气球事件反映出中美现状，冲突风险已经很难把控。美国不怕擦枪走火击落中国气球，那美国军舰该小心点儿。中国也不怕擦枪走火。各位好，欢迎来到新乐锐评。虽然都在说中美必有一战，但谁都知道这一战没那么容易打起来。毕竟两个大国之间的正面冲突还都拥有着核武器，这一仗哪是那么好打的？再加上中国军事力量崛起后，美国也表现得并不想与中国开战，至少不想在中国家门口与中国开战，这对美国来说是没有胜算的。所以呢，美国总会在局势紧张的时候与中国军方展开对话，试图为不断升级的局势来降温。之前呢，美国海军在中国周边海域活动频繁，并多次利用穿航台湾海峡挑衅中国。结果局势开始紧张起来后，美国就开始推动中美军方对话，利用直接的沟通缓和紧张局势，尽可能避免擦枪走火的风险爆发。美军最高统帅马克·米利更是强调，中美之间竞争归竞争，但是直接的冲突不应该出现。这样的沟通机制以及每一次局势都紧张的时候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，似乎也让我们看到了两个大国之间沟通是有效果的。可是随着美国进一步对中国施压，并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，这样一个沟通机制已经失去了效果。最直接的一点就是这一次的气球事件，直接清晰地反映出了中美之间的现状。在中国跟美国确认这个气球是因为西方误入美国领空，并强调这是一个气象气球，希望美国能够冷静处理后，美国在犹豫一番之后，还是直接把这个气球给击落了。甚至为了能够达到一击必杀的效果，美国还出动了 F-22隐身战机。美国过激的反应，正如美国前外交官所说，这反映出了中美之间的不信任以及对话机制的无效。美国之所以会做出击落中国气象气球的决定，其实也能够看出一些原因。美国一直在煽动反华舆论，试图将中国是敌人的观点灌输给每一个美国人。这样的话，美国就有理由不顾自身利益受损，杀敌800，自损1000的对中国采取一系列打压措施。同样，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，炒作中国军事力量崛起，也能够给美国越来越高的军费开支背书，为美国军工复合体争取更多的利益。被这股舆论所影响，当美国人看到头顶上的中国气象气球后，必然会把压力给到美国政府。是美国政府告诉美国人，中国是最大的对手。结果，现在这个最大对手的气球就这么飞到了美国的上空，这也让美国高层承受到了不小的压力。这也导致明知道这是气象气球，明知道这是误入了美国领空，最后美国政府也没有选择向民众解释，呼吁民众冷静，而是直接用不怎么强硬的姿态击落了误入美国领空的中国气象气球。可是美国这一枚导弹是打得痛快了，接下来就该想想后果了。中美之间的交锋，局势紧张后的冲突风险，也因为气球事件变得很难把控了。今天，美国击落了中国的气象气球，那么在气球被美国击落后，下一次美国军舰是不是就该小心一点？美国既然做了初一，那么在中国明确告知相关信息后，依然无视中国的反对，击落了中国的气象气球，那么就别怪中国做15了。之前，美国军舰在南海不止一次试图擅闯中国领海，中国还在冷静地警告驱离美国军舰。那么在这之后，美国都击落了中国的民用气球，中国完全有理由击沉美国军舰。美国不怕擦枪走火，中国更不怕擦枪走火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各位点赞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